你知道哪一家飯店的早餐就開喝嗎？還吃得到米其林2星的早餐？這家台北精品飯店是愛美食的你和愛美酒的你一定要來造訪的。今天要開箱的是位於中山區很熱鬧區域的慕舍酒店，是4星級飯店，也擁有米其林餐廳榮耀，已經連續7年了。還有聯名酒莊的 Happy Hour， 喜歡小酌或者你是酒鬼或是喜歡美食的，一定要來體驗哦。幾年前有住宿過，那時候搭配米其林的午餐，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沒有體驗過早餐的我，這次在訪是住宿1晚和搭配早餐。慕舍的大門很低調，每次經過我都會錯過，走過路過會錯過。這次被安排在2樓，不知道這個樓層會供應什麼酒。等一下這個樓層呢就會放在這個長桌上，每個樓層的酒不能互飲。桌上會擺放各國的零食餅乾，可以自由取用的油。打擾了。一開門有個很舒服的香味撲鼻而來。首先打開的是櫃子，櫃子裡面有2件浴袍、保險櫃，然後櫃子裡面是有燈的，很貼心哦。然後下面是放拖鞋，有黑色跟白色2個不同的，這樣就不會2個人都會穿錯。往房間裡面走，有一幅酒杯的畫，很符合這間飯店。有一個電視、小長桌，窗簾是2層的，房間不大。據官網的介紹，床是席夢思的。然後我們來到浴室看看，空調已經開好了，真的很貼心。有一個大鏡子，自動開門的免治馬桶。浴室不大，但是我覺得夠用。用 Costco 的水龍頭，裡面有毛巾、水杯、吹風機。之前在訂房的時候，以為它是戴森的吹風機，結果拿起來看的時候才發現不是呀，不是戴森的，只是長得很像戴森的吹風機。然后我的位置是在2樓，2樓打開來可以看到它旁邊的一個小小的庭院。
採光其實蠻好的，然後附近應該是住宅，很安靜的巷子哦。然後我發現床頭櫃有很多插頭，後來發現房間內很多插頭，例如電視長桌下面也有插頭，行李架下面有插頭，馬桶旁邊也有插頭，到底有多怕客戶沒有插頭？迷你吧有一個冰桶是橘色的，很好看，然後有2個水杯，2個馬克杯，有茶包金聖宇，有綠掛式咖啡包，2種不同的口味。然後一個電茶壺是百慕達的耶，讚哦。下面的抽屜有2個耳塞，我看評論的時候說隔音不好，應該是這樣，所以附了2個耳塞，有原子筆跟便條紙。迷你吧冰箱裡面的飲料都是可以喝的，2瓶水，然後有啤酒、可樂跟雪碧。外面的吧台也有水跟飲料。床頭的閱讀燈，床頭是皮革篷布的，2顆枕頭，1顆是這顆是軟的，後面是比較偏硬的，它睡起來就會很像我在日本的那個名古屋的萬怡飯店，前面是軟的，後面是偏硬的，然後你躺下去的時候就會覺得頭被包覆住跟支撐住的感覺。那床是比較偏軟一點點，如果是跟台北漢來比的話，床是比較偏軟的。然後我發現從浴室也可以打開櫃子，這樣的話就不用還要再繞到外面去拿浴袍。這個時候把拖鞋打開來，黑色的看起來比較大雙，我覺得蠻貼心的。5點一到，我就立刻跑到外面來看是白酒，然後查了一下，這是一款來自德國摩泽爾產區的普斯酒莊，採用的是100%的利斯林不甜白酒，年份是2020年的，那以干邑的風格釀制，就是不甜。酒標背面有一個 V 的標籤，屬於純樹的認證的葡萄酒哦。外面吧台的水、飲料和茶包都是可以自由取用的。外面零食各拿了1個，準備跟白酒一起享用。chill 時間。這款白酒不甜，入口沒有黏膩的甜度，走的是比較純淨的路線。然後口中會留下細緻的水果香氣，酒精濃度是12%，我覺得恰恰好。晚餐要吃聖博店，這附近吃的真的很多。
希望鄭伯店的高麗菜絲可以免費再續。一上菜，我覺得豬排比其他分店大塊，但朋友說是肉打得比較薄的關係。味噌湯跟白飯也是可以續的。觉得晚上慕舍酒店的外觀很漂亮。慕舍酒店的1樓大廳很像家的感覺。晚上9點，1樓大廳的 Happy Hour 提供了2款酒，一款是紅酒，我們把紅酒倒回房間享用。另一款是白酒，但這款白酒跟5點的時候樓層的酒莊聯名的酒比起來，我覺得酒莊聯名的那一瓶酒比較好喝，也比較順口，滋味也比較棒。就這樣度過開心又很輕鬆的夜晚，很棒哦。1樓迷你吧裡面的飲料跟房間裡面還有樓層外面的迷你吧的飲料都不相同的。慕舍酒店的裝潢給人一種很舒服，而且很像到朋友家做客的感覺。早餐用餐的地方是它的米其林2星餐廳的同一個地方。幾年前有來享用過米其林的套餐，那時候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真的很好吃，吃到嘴角都會忍不住的上揚。今天真的很期待米其林團隊設計打造的早餐。供應的方式呢是用套餐的，跟一般的飯店那種 buffet 的形式不一樣。入座之後會有服務生一道道的精緻的上菜。這個調味料罐很可愛，很有設計感。